波士顿龙虾相信很多人都吃过，但蓝色的波士顿龙虾吃过的人应该不多吧？这里的龙虾资源非常丰富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他们居然将价格昂贵龙虾直接煮熟，把新鲜的龙虾加工成熟食，这未免有点可惜了吧？这期我们一起看看法国的渔民是如何用陷阱捕抓到昂贵的龙虾。这里是法国的一个港口，每当海水退潮时，渔船都是搁浅在海滩上。今天刚好是风平浪静的一天，也是出海捕龙虾的好时机。70岁的老渔民约瑟夫带着孙子一同出海，他们这次是寻找最珍贵的法国蓝龙虾。这种蓝色的龙虾是非常稀有，300万只龙虾中才会出现一只，极其的珍贵无比。当然不是每一次出海都能捕到法国蓝龙虾，但是能捕到其他的大龙虾也能卖个好价钱，因为法国人是很喜欢吃龙虾的，每年法国人就能消耗4500吨龙虾，当地的龙虾已经供不应求。经过半个小时的航行，约瑟夫他们很快在海面上找到了上几天投下的捕虾陷阱，他们利用绞盘的拉力将陷阱拉上船。这种捕龙虾陷阱一共有100只，今天的运气很好，第一只上来就是带有点蓝色的龙虾，这种价格又比一般的龙虾要高一些。总之这里的龙虾就是颜色越蓝就越值钱。他们这里有规定，就是龙虾头部没有达到8.7厘米是不可以捕捞的，唯有丢回海里等龙虾长大再抓上来。船员们忙得不亦乐乎，今天收获还不错。这100个陷阱总共收获了230只龙虾，其中有5只带有点蓝色的龙虾。可惜的是，暂时没捕到最珍贵的蓝虾。当把刚收回来的100个陷阱放回海里后，时间很快也来到了晚上。约瑟夫孙子开船去寻找第2处陷阱，第2处陷阱远很多，还要在海上行驶1个半小时才能到达。船员在甲板上休息，当到达目的地时，他们又忙得不可开交。这种陷阱比较大，捕到的龙虾也比较多，虽然数量多一点，但是这些龙虾大多数都没有带蓝色的，价格不会卖得高，不过可以用数量弥补这一不足。这种捕虾笼一共投放了250个，要想全部捞上来可要花不少的时间。除了一些达不到尺寸的龙虾不能要，还有就是怀孕的龙虾也必须放回海里。船员从中午一直工作到第2天黎明，一共工作了10几个小时，直到太阳升起，他们的工作才算完成。从约瑟夫孙的表情可以看出，这次收获不错。是的，这次一共收获了700只龙虾，加上中午捕上来的230只，一共捕了930只大龙虾。忙碌了这么久，约瑟夫叫孙子煮点龙虾庆祝一下这次的大丰收，用玉米来煮龙虾当早餐吃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？这样煮龙虾会好吃吗？从约瑟夫的吃龙虾的样子，应该是很美味的。吃饱后，他们就开始回港口。这次收获颇丰，约德夫孙子将一只超大的龙虾举起来展示给记者看，大家也不要妒忌人家，确实人家有炫耀的资本。当快到中午时，他们终于回到港口，船员将龙虾搬上码头，这可是白花花的钞票啊！一些颜色一般、个头又不大的是价格便宜的，不过数量很多，经过计算一共有800只左右，大概卖了8000多。这些价格比较便宜的一卖出就被搬上车送到工厂，这间工厂是龙虾的墓地，每天从这加工出去的龙虾数以万计。工人将鲜活的龙虾放入水池中，不知道是水太烫了还是怎么了，龙虾被捞上来时全身都变红了。工人将龙虾的壳去掉，把肉挖出来，看这些鲜美的虾肉，让人垂涎3尺。工人将龙虾拆解成一包包虾肉，大家有没有觉得这样煮龙虾肉是不是有点可惜呢？为什么他们不吃新鲜的呢？有知道的朋友吗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。这些打包好的虾肉一般都是在欧洲销售，至于一些活泼乱跳、个头比较大的龙虾，一般都是出口到亚洲比较多。至于销往到哪个国家，相信大家应该能猜到。然而在码头旁，约瑟夫在摆摊卖自己刚捕到的龙虾，这些龙虾个头还可以，颜色又好看，当地的居民也很喜欢吃这种龙虾。约瑟夫在这摆摊卖龙虾已经超过40年的时间，每到捕虾的季节，约瑟夫就会在这里售卖龙虾，他的龙虾也很受欢迎，一些老客户每次都会买好几只回去吃，价格卖的不贵，这也算是回馈老客户的福利。由于近年来捕龙虾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的龙虾比以前也少很多。由于龙虾是当地居民的财产，所以他们要从小就教育孩子爱护他们的龙虾，而且还会告诉孩子小龙虾是如何在海底长大的。当地还有一个1年1度的放虾苗活动，工作人员用试管将幼小的龙虾吸去盘子中，他们将会带着这些盘子到海中，因为他们会将龙虾带到海里放生。一个盘子能放100多只龙虾苗，装好虾苗进盘子后，他们开始出发到海里，孩子们前来跟虾苗告别。这些龙虾苗是在保护区范围内放生，为了使龙虾苗安全到达海底，工作人员也是费尽心思，他们要潜入海底将其放生。工作人员全部穿好潜水装备，然后将虾苗送入海底，
如果不被其他鱼类觅食的话，5年后就可以长成人类餐桌上的美食。大家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